中国到底在月球背面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从嫦娥4号登陆月背开始，整个航天战略仿佛按下了加速键？第一个巧合，为什么严肃的央视军事在国庆期间发布 AI 科幻短片《机甲纪元》，而标题第一句话是“未来已来”？有谁和我一样，第一个联想到的是环太平洋里机甲抵御外星人的画面？第二个巧合，合肥的 eBST 核聚变主机全面开建，2030年要实现发电演示，这是巧合还是某种信号的释放？你好，月球人，今天咱们不扯外星人，不聊阴谋论，纯用科学视角深挖中国探月的关键细节。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又在布局什么？如果你还记得南天门计划，那个被当成中国版星球大战的科幻 IP， 今天这条视频或许会让你明白，月背的发现从不是不寻常，而是颠覆认知。其实最早发起讨论的是国外论坛，有人说我们在月背发现了外星基地，有人说我们挖到了史前文明的遗迹，也有上升到新一轮太空争霸的说法。中国在月球背面的发现为什么会引发关注？2019年1月，嫦娥4号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最大的撞击坑——冯卡门撞击坑。这里是月球南极埃特肯盆地的一部分，被称为月球最古老的伤疤。当时玉兔2号刚开机，就传回一张让全网猜了半个月的照片，远处有个方方正正的东西，像块立在月面上的巨石。国外网友直接联想到2001太空漫游里的神秘石碑，阴谋论一下子就起来了，是外星基地入口，中国故意隐瞒了细节，这让民众和科学家集体震惊。后来玉兔号走近拍了高清图，才发现那就是块被阳光和阴影骗了眼的普通岩石。虽然是岩石，但它首次在月球表面发现了来自月幔的岩石。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终于摸到了月球的里层，就像拆开一个亿万年的礼物，发现里面的结构和我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更颠覆的是，2024年嫦娥6号从月背带回了人类第一份月背土壤样本。科学家一分析，直接推翻了过去的结论。以前觉得月背40亿年前就冷却死了，结果样本里居然有28亿年前的火山岩，这比阿波罗宇航员带回来的石头年轻了整整几亿年。这说明什么？月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早早冷却死亡，它内部的热量维持的远比我们预估的更久，而这直接对大碰撞假说提出新的挑战。但比起理论之争，真正实在的发现是这两个。一是氦三，这是一种地球上极其稀有，在核聚变技术成熟前提下，能带来近乎无限清洁能源的核聚变燃料。巧合的是，中国合肥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已全面开建，规划2027年建成，2030年实现发电演示。这与2030年载人登月的时间线高度契合，看似独立的任务，实则形成资源获取能源利用的闭环。二是水，并非水冰，而是与月壳矿物结合的微量水分子，即便在火山活动区域也已被探测到。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我们不是在月背找外星人，我们找的是人类的未来、能源、水源、居住的可能。而这些，中国是第一个在月球背面亲手挖到并实锤验证的国家。那么问题来了，就算月球背面有资源、有水，人类要怎么在那种极端环境下生存？答案可能就藏在月球表面这些神秘的黑洞里。这些黑洞不是陨石砸出来的，而是几十亿年前月球火山活动留下的地下宫殿，科学上叫熔岩管，就像地球上的喀斯特溶洞，只不过规模大的离谱。月球引力只有地球1/6，这些地下隧道大得夸张，已发现的宽度可达数百米。理论上，部分熔岩管直径能接近1公里，足以容纳完整的居住区和科研设施。而它们最值钱的地方在于能保命。月球表面辐射致命，温差极大，陨石乱飞，但在地下熔岩管里，温度常年稳定在17度左右，厚厚的玄武岩层提供了有效辐射防护，简直就是月球上的精装线房。所以你看懂了没？中国为什么把载人登月目标定在2030年？为什么着陆点候选名单里，近海的熔岩管名列前茅？我们不是在找一个落脚点，而是在选一个能长期安家的月球小区。
现在全世界都在抢着研发探索这些洞穴的机器人，共同推动着人类探索的边界。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真的在月球地下建基地，那该怎么防御？怎么运营？难道真像传闻中那样，需要一支机甲护卫队？好，问题来了，如果月球基地是未来的必然选择，那么谁来守卫？怎么运营？就在这个国庆，央视军事发布的这条 AI 短片，或许给了我们一个惊人的暗示。为什么一向严谨的军事官媒会突然发布一部充满末日机甲元素的科幻短片？这真的只是一次简单的 AI 视频尝试吗？还是说，他在用一种大众能接受的方式提前释放某种信号？我们不妨把思路拉回现实，中国航天的每一步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从空间站的机械臂到月球的勘探机器人，再到深空的自主导航系统，这些技术恰恰是支撑智能机甲和空天防御体系的基础。而被外界热议多年的南天门计划，本质是航空科幻 IP 构想的综合防御体系。它看似天马行空，但拆解后的 AI、机器人等技术方向与当下航天研发脉络存在合理呼应。所以，短片里的机甲守卫更像是科幻表达。现实中，月球基地的运营保障更可能依赖智能勘探、机器人、自主安防系统等技术。这些正是我们正在突破的方向。那么，中国在这一盘大棋的背后，究竟还在布局什么？就在我们关注星空的同时，中国的松科2井以钻探至7018米深、四川盆地超深科学钻探等项目，也在探索地球深层奥秘。注意这个细节，月球熔岩管提供了天然的辐射防护和恒温环境，而地球深处的岩层同样能屏蔽辐射，维持稳定环境。这难道是巧合吗？也许我们不是在隐藏什么危机，而是在准备一场跨越天地的生存实验。当美国 SpaceX 忙着降低发射成本，当蓝色起源着眼月球旅游，中国选择的是基础科研加资源勘探加技术储备的系统路径，不同方向共同推动人类太空事业进步。氦3可以从月球获取，但如何安全高效地利用它？地热能源可以从地球深处开发，但如何建立稳定的供应体系？这些问题背后的答案可能共同指向同一个未来，一个不依赖单一星球，能够在天地之间自由生存的人类文明。所以，机甲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深洞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中国在做的事情，从来都不是单个领域的突破，而是一盘贯穿天地、统筹未来的大棋。也许我们暂时看不到机甲战士在月球巡逻，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正在用科学的方式，一步步揭开月球的神秘面纱，并为人类的未来铺路。月球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而我们正站在起点之上。